嗨，大家好，我是思维，很高兴又见面了。是的呢，这期我们来介绍一下 Nebula Graph 2.5.0对应的 Nebula Exchange 的新增功能 SST 的数据导入。我们先请思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Hera，那我们首先先回忆一下之前的一期，在数据导入那一期，我们揭示过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是 Nebula Exchange。那 Nebula Exchange 是一个 Spark 应用，它就是我们社区用来支持从多种外部的数据源呢到 Nebula Graph 本身的一个批量或者是流式的导入的一个工具。那 Nebula Exchange 是怎么工作的呢？Nebula 内部呢有三个部分，它分别是 Reader 以及 Processor 处理器，还有 Writer 写入器。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 Exchange 里面的 SST，它其实就是这个写入器的一部分。首先，这个绿色的箭头的这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正常的 Nebula Graph 的一个写入流程，也是我们 Exchange 里边其他的 Processor 和 Writer 的写入流程。我们可以注意到，它尽管 Nebula Graph 的写入的性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其实涉及到了很多从 Graph D 到 Storage D 过程中的很多读或者是计算的一些步骤。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绕过这些步骤而得到更好的性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如粉色箭头的路径所示呢，Exchange SST 的方式其实就是借助了外部的计算能力，直接生成 SST 的文件，这样就可以解放我们 Nebula Graph 集群里面的一些 storage 上的资源，达到了超大规模的数据注入的这样一个目的和能力。所以以上就是简单介绍 Nebula Exchange 的 SST 的功能。Hera，好，好的呢，那听起来 SST 可以在很大规模下还可以很快。那想问一下，这样的话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数据导入场景呢？没错，Hera，关键就是快。所以 SST 这种方式，它的特点就是借由集群外部的算力换取写入的吞吐，所以它实际上就非常适用那种超级大的批量的数据导入注入的场景。那像微信团队、美团，他们其实都已经在线上去大量的使用这个功能。大家可以去论坛、我们的公众号看他们这些分享的这些用力的一些详细的细节。好的，谢谢思维。Exchange 的 SST 导入这一套操作，你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吗？好，那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在最小的环境里边尝试 Exchange SST 的这样的一个 demo。首先我们在一个 Linux server 里边，我们已经会搭建这样的环境。那大家其实可以参考整个环境搭建的一个文章，我已经分享在我个人的网站上，网址就是这个。那这里边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要搭建一个 Nebula Graph。那这里我们用 Docker 的方式，借助于一个之前我写的叫 Nebula Up 的一个小项目，你可以用这一行代码就能把一个在 Linux 里面把一个 Nebula Graph 拉起来。这里边我们额外要做的事情就是对拉起来之后的环境做一点点更改，把它的网络变成外部可访问，这样我们可以用其他的 Docker 去访问到 Nebula Graph 里面。我们会在那个其他的 Docker 里面去运行Spark 和 Hadoop， 后边会涉及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那个环境，然后哎，我们可以看到我实际上就是更改了这个 Docker Compose 的文件，然后主要就是增加了这个网络。其次呢，我为了方便，我还删掉了2个 meta， 默认它是3个 meta，我删掉了2个 meta，就是主要的更改。那第二部分的环境准备就是要有一个 Spark 的运行环境，我们的 Exchange 是要运行在这个环境里，并且它要网络可以访问到我们的 Hadoop 的 HDFS， 同时也要网络能访问到这个 Nebula Graph 的集群。我们就借助于这个已经有的这个Big Data Europe 一个环境，就可以，我已经把它拉起来了，在我的环境里。那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有一个 Spark 的环境。一会儿我会展示怎么调用它。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搭一个 Hadoop 的环境，我也是利用了 Docker clone 它的这个Compose 的文件之后呢，我们做一点点修改。那修改的部分呢，我也有在这个文章里列举到，实际上就是增加了跟 Nebula Graph 所在的那个容器的相同的 Docker 网络，这样它们之间可以互联。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已经运行好的 Hadoop 的环境。那环境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
做剩下的步骤。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了环境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执行 Exchange 的 SST 的这样的一个 application 去生成 SST， 然后在拿到这个 SST 之后，在 Nebula Graph 里做这个注入的下载和注入的工作。那首先我们看，如果我们要执行这个生成 SST 呢，我们是需要写 Exchange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的。那我们文章里已经是有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文件里边显示出来Nebula Graph 相关的信息。其次呢，我们也要描述它其实是把一个数据源转成 SST 文件。那这里边为了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是 CSV 的文件。这个文件我们实际上已经造好了，它就在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可以进到这个 Spark 的环境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造好的很简单的只有一种类型编的 CSV 文件。然后前边第一列呢是点的 ID， 中间这一列呢是点的一个叫 name 的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最后一列是它的年龄叫 age 的一个属性。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填这个 meta 的地址。那这里边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做了修改，只有一个 meta 而不是3个。那它其实对外 listen 的这个959映射到外部的地址呢是这个49377。那对应到这里边，我们就需要呢在这个 config 的文件里边添上这个49377。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写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的例子。所以你看这里是 Nebula 下边的 graph 和 meta，写的是这个，然后用户密码，然后图空间。这里是我们指定那个 SST 的文件通过 Exchange 生成之后，那 remote 其实就是最终输出的位置。那这个 remote 的路径其实是 HDFS 的，然后它的地址就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运行起来那个 Hadoop 的环境，一会儿会给大家演示一些怎么 list 这里的文件。剩下的一部分，这里边就是用来描述你这个 Exchange 这些点边的信息的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的描述。有点像 importer 里边类似的 config 文件一样。Player 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在运行 Exchange 环境的那个容器内部的路径。那刚才我已经给大家看到这个文件，那这个描述它的 column 就是第一和第二列，然后对应的 Nebula 里边的列就是 name 和 age。所以这就是这个 Exchange 生成 SST 文件本身的这个配置文件的一个例子。那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执行 SST 的文件的这么一个生成的部分。那文章里也有介绍我们怎么把这个配置和原的这个数据的 CSV 文件拷贝到我们的 Spark 执行的容器内部。那我已经做过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Exchange 的这个程序。那在执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开启这个我们用 Nebula Up 基于 Nebula Docker Compose 拉起的这个环境的日志。然后我们现在下边呢，这个就是我们的 Spark 的环境。然后我们已经把那个 Exchange 的配置文件和CSV 文件都放进去了，也把 Exchange 本身的jar包也放到里边了。然后我们用提交的方式去执行它。执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已经生成的 SST 的文件。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进到我们的 HDFS 里面，我们的 Hadoop 里边的那个 name node 里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跑的 Exchange 去生成的 SST 的文件。然后呢，我们可以，所以对应到我们整体的步骤呢，我们已经完成了 SST 的生成。现在 Exchange 通过访问 Nebula 的集群，然后并且读取原数据，已经计算生成了 SST 的文件，并且把它存在了 Hadoop 的 HDFS 里边。那我们下一步呢，就到了要把这个文件注入到Nebula Graph 里边，就是到了这一步。那这一步呢，实际上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文档，其实就是2步。第一步叫 download， 第二步叫 ingest。download 就是在 Nebula Graph 的 server 端，它会通过HDFS 的客户端把需要的 SST 文件下载到 storage D 所在的文件系统里边的特定的目录里边。那它的路径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 data storage Nebula， 然后 space 的就是图空间的 ID。然后 download 下边就是刚刚 SST 的所有的那个文件夹下面所有的文件都要放到这个地方，就是 download 的部分。因为在实际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保证我们的Nebula Graph 的服务端的环境里安装了 HDFS 就 Hadoop 相关的客户端，
那这个其实比较麻烦，所以这一步呢，我就给大家手动去操作，就是相当于我手动的去把所有的这些文件拷贝到那里。那相应的路径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这样的。那这里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看一下 Space 的 ID 是什么。我们这里边不是 Space 的字符串的名称，而是它的数字的 ID。那用 describe space， 我们这里的这个名字叫 SST。那这个情况就是49。这个工作其实我已经在我的环境里做过了啊。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下，这个就是用这个指令，就是我们已经通过 Nebula Up， 它会帮我们自动安装 console 的容器的环境，所以我已经执行进入了容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连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然后我们use SST， 就是我们刚刚设计的那个空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哎，我们的这个 ID 刚好也是49。那 download 已经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做 ingest 的操作。那这一步就是最后的服务端会让所有的 storage D 从这个路径里边去把它对底层的 RocksDB 基于这个文件做一个导入。那同时呢，我们可以注意留意一下上边日志的部分，就是这个日志的部分。下写，我们直接执行这个 ingest。哎，我们这个指令已经执行完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日志。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导入 SST 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这一篇文章，可以帮助你在自己的小环境里做一个尝试。那更详细的内容呢，在官方的文档里也是有参考。好的 ，Hera。好的，谢谢思维。那我们这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大家稍后在使用 SST 导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反馈或者问题，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交流。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拜拜。